大家好，这里是武则天的乾陵，是唐朝唯一没有被盗的陵墓。说到这个被盗啊，唐朝的陵墓啊，跟汉朝的陵墓很多都被盗过了，但乾陵是例外，乾陵没有被盗过。乾陵为什么没有被盗过？这个还有很多的故事啊。其中有一点呢，我们知道，因为唐朝的陵墓啊，大多数是依山为陵，所以呢，它的帝王陵啊特别宏大，乾陵、昭陵，包括乔陵，都是规模巨大的陵墓，所以相对来讲的话，陪葬品很多。为什么说陪葬品很多？因为陵墓啊跟国力有关，特别唐朝的时候，经过贞观之治，包括唐高宗，还有武则天的统治时期，所以国力强盛。那么相对来讲的话，它里面的陪葬品就非常多，自然而然陪葬品更多，就自然吸引盗墓贼。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，就是唐末黄巢起义啊，他来盗陵墓，想盗乾陵，结果没有盗成功，但是呢，他留下了盗乾陵的一个痕迹。其实也就是说，是盗乾陵最大的历史痕迹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就是我们前方的一个黄巢沟，40万大军挖的一个沟啊，我们来看看。现在这里是梁山主峰，往前远方就是黄巢沟。等一下，我们再下去近距离看一下黄巢沟啊，大家看震不震撼呢？这个地方应该算是梁山主峰，就是地宫的西南方向啊。这边是西边啊，就常说的白虎门在这边。这里整个是一条环陵路，环陵路呢，它有东门、北门，还有西门。因为南门是正在开放的嘛，所以我们就去的这个地方多。而其他这个几个门呢，基本都是在环陵路上面，所以大家可以绕着这条环陵路，整个绕着乾陵走一遍，这个还是很好的。下面呢就是黄巢沟，我们去那个黄巢沟看一下。因为一般来乾陵旅游的人哈，基本是在乾陵山上走，但是像这个黄巢沟来的人比较少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。这里就是黄巢沟，这里有一首诗啊：飒飒西风满月摘，蕊寒香冷蝶南来。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暴雨桃花一处开。这个是黄巢写的《题菊花》呀。从这里啊开始下去就是黄巢沟啊，当年黄巢派人挖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些沟很深的，这些沟啊大概深度是20米到40米。其实呢，黄巢他是想到乾陵的，他等于是从山脚下开始挖，只不过呢，他挖了很久都没挖到墓道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沟啊深吧，而且基本上宽度大概10米左右。在这个地方大家要小心的，如果下来走会要小心。在这个地方说句实话，你如果不小心掉下去了，那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，很深，而且又是长了很多草，很茂密的，所以大家尽量不要来这旁边游玩、观看。大家可以看看，不熟悉的人千万不要来。这个地方是可以从上面山脚下一直走路下来的，它有一条盘山公路可以下来，就是环陵路，然后还有一条小路下来。反正看着挺吓人，挺震撼的。为什么他没有挖到墓道是有说法的。它这个地方啊，属于乾陵主峰梁山的西北方向，那墓道呢是在东南方向，就是在半山腰，所以它再怎么挖是挖不到墓道口的，因为方向不一样。古时候嘛，你如果不知道墓道口是进不去的。听说啊，当时动用了40万人。这个我感觉有点虚假的成分啊。如果真是40万人挖了1个半月，应该不可能是这样。他在这个地方没有挖到，他可能就会换其他的方向。所以说这个还是有点虚假成分的因素在里面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并且呢，这个沟呢，到底是不是黄巢当时挖出来的，还带一点疑问，因为这个沟太长、太深、太大了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大家觉得如何？我是觉得持怀疑的态度啊。
他当年呢，黄巢是从这个西南方向开始挖的。最开始的时候啊，可能没有这么深。他为什么会从西南开始挖呢？当时啊，他不知道墓口，他以为这个墓啊是从山脚下开始有墓道进去的，所以呢就开始在这个山底下挖。因为呀，在上面呢都是岩石，只有下面这些是泥土，所以只是在底下挖。因为石头它更挖不开嘛，所以但是呢，他挖了这么久，一直都没有挖到，地宫只好作罢。而且呢，应该可以这样说吧，这个当时挖了一条这样的沟，后来经过1000多年的雨水冲刷，这个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说，一开始沟就是这样的，是不太可能的。有这样一句话嘛，黄巢沟在陵无恙，就有黄巢沟在，这证明这个陵墓无恙。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很有名的文人说的。行，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